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丈夫肺癌晚期，大口咳血，一个陌生女人居然带着儿子上门认祖归宗。她声称孩子是丈夫与她亲生的，今后遗产自然少不得他们一份。我笑着拍手，转头就走，留下危重病人让这娘俩照顾。要分财产可以，先把分内事做好。我叫张元，今年52岁，是一名大学图书管理员。见过我的人都说，我看上去顶多40出头的样子，头上没有白发，脸上看不出皱纹，皮肤光洁平滑，如小姑娘一般，且待人真诚善良。的确，我自认是有福气的。小时候家境优渥，父母慈爱，考上大学后，在不沾尘染的象牙塔里工作了一辈子，烦心事不多。出阁后，丈夫对我更是极尽宠爱。30年的婚姻，我们还像是初恋一般，手牵手外出旅游、吃饭、看电影。然而，自从年初丈夫刘志被查出肺癌晚期以来，我的人生经历了至暗时刻，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迅速从意气风发的中年男子萎缩成一个干瘪老头，病魔折磨的他大口吐出鲜血，晚上疼得睡不着觉，只能用头撞墙止痛。我的心在滴血，恨不得将他的病痛转移到我自己身上。我一夜一夜地跟他一起熬着，人也迅速苍老起来，头发更是在2个月内白了一半。医生，求求你救救他吧，要是他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呀。我在医生办公室大声哭泣，恨不得给主治医生跪下。然而，由于肿瘤太大，恶性程度太高，近半年的化疗效果并不明显，眼看能用的医疗手段已经全部用上了，可还是没有手术指征。我崩溃了。医生也不是神仙，能治病，但救不了命，请你理解。医生这句话仿佛是下达死亡判决。可是我的丈夫才56岁，我不甘心啊！没事的老公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到国外去治，美国、德国、日本，我们把公司卖掉，一定救回你的命。回到病房，看着正大口喘粗气的丈夫，我心如刀绞，决定孤注一掷，将父亲留下的祖产悉数变卖，只要我爱的人活着。我紧紧拉着丈夫的手，正盘算着，突然门被人推开了，一个看上去30-40岁的女人带着个小男孩闯了进来。你是？我正疑惑，单人病房，来者肯定是找刘志的，但对方我完全没见过，难道走错了？然而，女人才刚看清床上躺着的人，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们面前。姐姐，这位就是姐姐吧？她拉着我的手嚎啕大哭，感情真挚到甚至哭瘫在地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而下。我更懵了，你是谁？你找我吗？谁知对方一开口，直接像平地惊雷，让我陷入无尽的痛苦中。姐姐，或许你不认识我，但10年前我和刘大哥相爱，生了个孩子，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。我惊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，谁能想到5分钟之前，我还在为爱人的生命逐渐逝去而肝肠寸断，为留不住毕生所爱而痛心。谁知画面一转，老公的小三从天而降，还带来一个野种。我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个看上去已经8、9岁的男孩，他的五官的确和刘志很相像，无论是双眼皮还是元宝耳，与我看到过的刘志小时候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。我将那女人的手一把甩开，转头看向病床上的老公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可嗨小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一切由我安排，你先别出现吗？一句话，
我彻底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愚蠢。后院起火，我居然一无所知，还一天为自己的狗屁爱情感天动地。那个叫小芬的女人见自己身份得以证实，立马从地上起身站直，连语气都变了。虽然那么多年来我和刘大哥没有名分，有姐姐在，我也不求什么名分，但是孩子的的确确是他的骨肉。刘大哥，本来我也不想这样麻烦姐姐，但是眼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起不来，有今天没明天的，我担心你啊。他做事要继续哭泣，眼泪收放自如，所以在你临终前，我和健健总要来尽一尽本分，好好伺候你。这下我彻底明白了，感情这女人是看着刘志要死了，才猛刷存在感，目的恐怕是那丰厚的遗产吧。刘大哥，这些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难呐，为了照顾健健，没办法出去工作，遭人白眼，受人指责，连你儿子出去也被别人说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。他持续抹眼泪，哭得投入。我看着他身上不菲的穿戴，就知道困难是假的。看来刘志没少给这对母子砸钱。这里有我和刘志夫妻多年，别说他病了，就算他死了，你们也别来沾边。在事情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，我毫不客气地赶人，把这对母女连推带搡推出了门外。我只想要一句实话。我定了定神，脑子飞速运转。此刻刘志的说辞和态度万分重要。圆圆，我对不起你。刘志刚一开口，就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我宠了你一辈子，爱了你一辈子，除了孩子这件事，其他我从未对不起你。现在事情你也看见了，我有儿子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，让我圆了当父亲的梦吧。当父亲的梦，呵呵，我哑然失笑。记忆回到30年前，我和刘志刚结婚的时候，刘志和我是大学校友，与我父母经商，家中中产的优越条件不同。他出身农村，家境贫寒。我们在一次校友会上相遇，很快坠入爱河。结婚后，父亲有意将他作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培养，手把手教，一点一滴地引荐合作伙伴，连人脉也慷慨相赠。父亲退居2线后，公司一直由他打理。原本我们也曾经期待过由2人世界上升到3口之家，然而第一次怀孕，我被诊断为宫外孕，大出血，差点丢了半条命。虽然救回来了，但是留下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。医生诊断受孕几率也受影响。看着父母紧锁的眉头和病床上脸色惨白的我，刘志当即表示今生今世不要孩子了，他不想我再次遭受这样的痛苦。然而在农村一辈子的婆婆却无法理解，她3天2头打电话来跟刘志哭诉自己在农村多么抬不起头做人，甚至说死了之后无颜去见刘志的父亲，弄得刘志也非常痛苦。你知道吗？我母亲弥留之际把我叫到床前，跟我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抱上孙子，她死不瞑目啊！我不能理解，当初明明是刘志打定主意丁克的，为什么后来这件事情会全部怪罪在我的身上呢？哪个男人不想要自己的孩子？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家的香火就这么眼睁睁地断了？圆圆，你也应该为我着想一下呀！我彻底无语了。一个自小离家求学、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，实际上骨子里还是那一套可笑的封建思想，对自己的承诺转身就忘，甚至背着妻子做出如此苟且之事，还搞出个孩子，直到如今再也瞒不住，才东窗事发。我看着病床上已经动弹一下都难的丈夫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而刘志为了让我接受这件事，还在一边咳嗽
一边喋喋不休。那么多年来，我为公司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你也看在眼里。如今你说把公司卖了，给我去看病，我心领了。但是我这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怕是时日无多，不如以后等我儿子长大了，把公司交给他打理。刘志甚至说出了令我更为惊讶的话：你爸的传给我，我传给我的儿子。虽然孩子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，但是我相信他会是一个和我一样知恩图报的人，会把你当成亲妈来对待的。呵呵，知恩图报？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对我爸知恩图报的？是背叛他的女儿找小三，还是在外面有了私生子？你别提我爸，我觉得恶心。我转身愤怒地走出病房，只见那个女人带着孩子还等在病房门口。你不是来伺候病人的吗？我老公交给你了，以后你来吧。我扬长而去，临走时不忘将用了很久的护工退掉。我倒要看看那个女人究竟会怎么处理这个不分白天黑夜需要24小时贴身照顾的癌症晚期病人。之后的2个月，我再没有去过医院。刘志的来电，我一律不接。医院的催缴费用电话，我也哭穷后直接挂断。我没敢让自己闲着，与父亲商量后，开始大刀阔斧地清算公司账目。我请父亲出山，重新主持公司大局，对外只宣称刘志准备到国外治病。据说那个女人起初的确兢兢业业，端屎端尿地照顾病人，才1个星期，她就受不了了，直呼自己腰也疼，腿也酸，再加上孩子面临开学，于是收拾东西逃也似的跑了。刘志只好在护士的帮助下请了护工照顾，没几天就患上了褥疮。等我收到消息再次来到医院，刘志已经在弥留之际，他浑身插满了管子，像是在经受某种酷刑，动弹不得。整个病房因为病人照顾不当而恶臭难当，他已经说不出话，只是瞪大眼睛望着我，不知是想问我关于身后事的安排，还是想再次托孤。那个女人和孩子没有及时出现，这是我特意对他们封锁了消息的结果。想必他们母子俩一定以为闹了这么一出，确认身份，遗产继承绝对少不了，也就放松了警惕。我始终一言不发，既没有告知他遗产的安排，也没有承诺对孩子负责。半小时后，心电图变成了一根直线，直到他死，我也无法原谅他关于小三和私生子的事。毕竟夫妻一场，追悼会办得盛大而体面。消息封锁下，那个女人和孩子没能到达现场。30年夫妻，我还是掉了几滴眼泪，接受众人的安慰。丈夫去世之后，公司逐渐转由我父亲接管，之后将逐渐实现信托，而我拿着一大笔现金移民到了国外，在青山绿水间忘掉这些烦心事和伤心事，准备安度晚年。听说那个女人带着孩子来公司闹了几次，声称是已故董事长的遗孀和孩子，被保安毫不留情地赶了出去。听说她曾想要打官司讨要属于孩子的那部分遗产，无奈刘志已经死了，无法证明孩子的身份，于是最终败诉。我的母亲曾经劝我，干脆大度地认下这个孩子，或者给他一笔钱，毕竟那是我老公的亲骨肉。话一出口，就被我严词拒绝了。我不是舍不得钱，也不是心肠狠毒，我只是接受不了这样被动的人生和毫无底线的欺骗。我这样做就是想让那些准备走捷径的女人知道，苟且就是苟且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想要靠不道德的手段上位，那是一点机会也没有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
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